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迪麗熱巴新劇翻車引熱議，面無表情加磨皮過重，觀眾直呼看不下去。674.5萬人預約，開播15分鐘熱度破22000。抖音話題播放量破50億，這是白日提燈開播首日交出的數據答卷。然而，與這串華麗數字形成刺眼對比的是豆瓣上如潮水般湧來的1星差評。開播1小時內，超過300條差評集中刷出，內容高度模板化，矛頭直指主演狀態、演技和製作。一場關於流量、口碑與古偶劇未來的討論，在2026年3月28日中午12點，隨着這部劇的上線被瞬間點燃。劇集上線後，騰訊視頻站內熱度一路狂飆，50分鐘內攀升至23552，創下平台年度新劇開播紀錄。80萬人同步在線觀看，粉絲發起了超過15萬場雲包場應援活動。從商業數據看，這無疑是一場勝利。但豆瓣的評分區呈現了另一個世界，大量賬號在開播後極短時間內發布差評，文案高度雷同，重複率超過60%。部分賬號甚至未綁定觀看記錄，卻聲稱看完4集全程倍速快進。有群聊截圖顯示，存在有組織的行動，要求成員換頭像給其他演員作品打1星，再嫁禍給迪麗熱巴粉絲。豆瓣平台在短評超過200條時，並未按慣例啟動鎖分機制，與其他劇集的處理方式形成對比。誰曾料到白日提燈上線僅數日，便迅速將觀眾積攢已久的熱望擊得支離破碎。開播前，不少觀眾寄望它能成為古裝偶像劇領域的一劑強心針，為當下疲態盡顯的類型劇注入一絲新意與誠意。可現實卻令人唏噓，尚未追完10集，全網已彌漫着難以忽視的違和感，就連倍速播放也無力扭轉觀感上的滯澀與乏味。先從最直觀的視覺層面切入，劇中那套極致柔焦濾鏡系統，堪稱近年古偶之最，用磨皮參數拉滿來形容毫不為過。鏡頭掠過，迪麗熱巴面部肌膚細膩如瓷，連細微汗毛與自然肌理盡數隱去，鬢角處本該清晰的容髮被虛化成一片朦朧光暈。群像場景中，配角五官輪廓幾近溶解，僅餘模糊剪影，乍看之下，仿佛後期調色環節意外失焦。再聚焦演員自身的完成度，迪麗熱巴所詮釋的賀思慕人設橫跨400年光陰，白日是病弱嬌柔的靈族聖女，入夜則化身攝人心魄的幽冥鬼王。如此極具張力的角色，理應承載時間沉澱下的疏離、克制與暗湧，但他幾乎全程依賴固定模式推進表演，示弱時必垂眸抿唇，直拳時必沉眉臉目，眼神卻始終游離空泛，仿佛靈魂尚未就位，根本無法托起千年孤守的厚重底色。尤其是一場關鍵審訊戲份，本該是氣場碾壓、威儀凜然的高光時刻，他台詞輸出卻似課堂朗讀，語調平直綿軟，咬字含混不清，情緒節奏全無起伏，既不見壓迫感，亦難引共情，僅餘乾癟的聲線在空曠殿宇中回盪。陳飛宇飾演的段須同樣未能撐起少年將軍應有的鋒芒與厚度。整部劇中，他面部肌肉幾近凝固，神情鮮有波動，眼底既無沙場淬煉出的銳利神采，亦無家國重負下的深沉鬱結。無論是與迪麗熱巴同框對峙，亦或獨挑大梁的單人戲段，皆流露出一種近乎懈怠的鬆弛感，仿佛未真正進入角色內核。兩人同框之時，違和感更是指數級飆升，一方眼神渙散如霧中觀花，一方神情僵硬似木雕泥塑，所謂宿命糾纏的化學反應杳無蹤跡，連基礎的人物信任感都難以建立。
網友犀利點評：這不是戀人，是估值誤入同一組古風寫真，精準的令人啞然。除表演維度外，造型設計亦成觀劇障礙之一。迪麗熱巴佩戴的假髮體量龐大，髮際線貼合密不透風，疊加直徑超長的美瞳，使雙眼放大卻失神，靈動全無，古典美人應有的清雅韻致蕩然無存。陳飛宇身披的將軍甲胄，表面厚重恢宏，實則未能勾勒其身形筋骨，反襯的體態單薄乏力，再配上恆定不變的淡漠表情，活脫脫一尊行走的靜默戰俑。更令觀眾措手不及的是，迪麗熱巴此次啟用原聲台詞，此前她多依賴專業配音加持，而今首度素聲出征，短板暴露無遺。柔弱語境下刻意捏細嗓音，聽來做作失真，威嚴橋段又因氣息控制不足而吐字連連，如同寒霧發聲，聽感極不舒適。大量觀眾直言，原聲不如配音，至少後者能以聲線質感彌補表演空白。雙引號，回溯她的演藝軌跡，迪麗熱巴卻屬古偶賽道的標誌性人物。早年《克拉戀人》中出戰光芒三生三世枕上書，更助其穩坐頂流之列。彼時雖演技尚顯青澀，但勝在鮮活自然，代入感強，角色呼吸可感。遺憾的是，近年來她持續深耕古偶類型，作品數量可觀，演技進階卻近乎停滯，甚至出現明顯滑坡跡象，陷入高度重複的表達慣性之中。如今她已步入35歲人生階段，仍需與小近10歲的陳飛宇共演少女向甜寵設定，年齡與角色之間的錯位感本就強烈，疊加單一化的表演路徑，觀眾質疑聲自然愈演愈烈。相較而言，陳飛宇出身影視世家，父親為著名導演陳凱歌，母親為實力派演員陳紅，自幼浸潤片場氛圍，童年即參演《趙氏孤兒》，耳濡目染間奠定職業認知基礎。2018年，他憑《江夜寧缺一角》斬獲華鼎獎中國古裝題材電視劇最佳男演員。當時雖顯稚嫩，但眼神清澈，節奏靈動，具備可塑性強的天然優勢。未曾想，數年沉澱之後，其表演非但未見精進，反而愈發趨於扁平，昔日躍動的生命力悄然消退，只剩程式化的情緒模板，令人扼腕嘆息。放眼整個古偶生態，同質化浪潮愈演愈烈，劇名高頻複用令歌詞等字眼，故事邏輯困於命中注定、前世今生、虐戀情深等閉環套路，連演員調度都呈現高度雷同的肢體語言與微表情體系。過去觀眾或願為俊美容顏買單，而今審美門檻持續抬升，劇情邏輯、人物弧光與表演真實度已成為決定口碑走向的核心標尺。迪麗熱巴持續扎根古偶賽道，或源於轉型路徑尚未明晰，亦或受限於流量慣性難以抽身。但若長期以消耗型創作維繫熱度，終將透支觀眾耐心與行業信任。當前古偶創作正深陷一種認知偏差，誤以為高飽和濾鏡加頂級顏值等於爆款密碼，卻忽略了扎實劇本與走心演繹才是穿透時間的真正基石。此類作品縱有流量加持，亦不過是浮光掠影，難逃速朽命運。內娛從來不缺聚光燈下的面孔，稀缺的是甘願沉潛打磨、敢於突破舒適區的篤定身影。比起在既定框架中反復複製粘貼式演出，不如主動跳出類型桎梏，探索更契合自身特質的敘事疆域。須知，觀眾可以寬容演員的成長陣痛，卻絕不會容忍敷衍的態度與停滯的努力。這一刻，無論對迪麗熱巴還是陳飛宇，都值得靜心叩問，鄭重作答。拋開粉圈爭鬥的迷霧，劇集本身的質量爭議清晰可見。爭議的核心首先落在了女主角迪麗熱巴身上。她飾演一位活了400年的鬼王賀思慕，需要白天偽裝柔弱孤女，夜晚切換為幽冥主宰。部分觀眾和媒體肯定了她一人分飾3角的嘗試，
認為其通過眼神和微表情展現了角色層次。央視網也曾點評其表演具有突破性，但更廣泛的批評聲浪指出，他的表演模式化，情緒轉換生硬。一場審訊戲中，本應威懾力十足的台詞"我的法度不可忤逆"，被部分觀眾形容為念課文般綿軟含糊。此次他首次在古偶劇中嘗試原聲台詞，也被指吐字不清、氣息不穩，未能撐起角色氣場。視覺上的不適感同樣強烈。10集墨皮濾鏡被廣泛應用，導致演員面部細節模糊，膚色呈現不自然的慘白。有觀眾吐槽，鏡頭下的迪麗熱巴五官都模糊了，與旁邊未開重度墨皮的配角同框時，畫面割裂感嚴重。厚重的假髮套和誇張的美瞳進一步放大了造型上的違和感。男主角陳飛宇的表現同樣兩極分化，他飾演的少年將軍段須，被部分觀眾認為演出了背負血仇的隱忍和戰場上的破碎感，但也有大量聲音批評他表情木訥、眼神空洞，缺乏少年將軍應有的英氣。在一場墳前告白的戲份中，他被指語氣平淡、肢體僵硬，像在宣讀居委會公告。兩人之間的化學反應是另一個槽點，近20厘米的身高差並未轉化為 CP 感，反而被觀眾調侃為移植同框。官方設計的親密互動，如掐脖、捧臉等名場面，被指尷尬，缺乏自然的情感流動。製作層面同樣引發不滿。儘管劇組宣稱耗資搭建了26米高的實景歸墟城，並邀請了《流浪地球》團隊操刀1900個特效鏡頭，但實際成片被批特效廉價，剪輯節奏混亂。更致命的是劇本改編，原著小說以悲劇收尾，鬼王永生孤獨的宿命感是其核心魅力。劇版疑似將結局改為大團圓，這一改動激怒了大量原著粉絲，認為其消解了故事的深度和悲劇內核，淪為工業糖精。迪麗熱巴今年34歲，仍在與比自己小近10歲的陳飛宇搭檔出演古偶甜寵，這本身就成了一個話題。有觀點認為，他陷入了古偶的舒適區，演技多年未見突破，反而在重複中消耗口碑。陳飛宇作為星二代，其演技的穩定性也再次受到審視。白日提燈的這次開播，像一次集中的壓力測試。他測試了頂流加大 IP 加金牌班底這套爆款公式在當下的效力。數據證明，這套公式依然能制造驚人的熱度。但豆瓣上那些模板化的1星差評和社交媒體上真實的觀劇反饋也證明，觀眾對於預製的工業糖精容忍度正在急劇降低。當開播熱度突破26000時，騰訊視頻有工作人員在朋友圈寫下一句話：熱度是真的，爭議也是真的。這句話或許精準概括了白日提燈的處境，也映射了當下古偶劇乃至整個流量劇市場的某種現實。感謝您觀看視頻，請訂閱我們的頻道以支持我們。